为什么说现在只要女生一开口要东西啊，这个恋爱就没法往下谈了，经常都会谈黄掉。有个95年的姑娘嘛她就过来给我吐槽嘛，她说呢，去年她真的相了几十个男生，其中她也接触了7、8个，那每一次呢，她都会试探性的让男生给自己买礼物啊、转账啊。她一直都认为呢，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是谈恋爱的时候对男生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有句话不是说嘛，男人的钱花在哪儿啊，他的心就在哪儿。但是他就发现非常奇怪，每一次呢，只要他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这个关系就很难往前推进了。比如说有的男生直接就不跟他聊了还有把他拉黑的，还有的男生呢，买完东西就想跟他确定关系，就想亲亲抱抱了。这个时候他一般都会觉得，那认识的时间才这么短吗？太快了吧，他自己都还没有感觉呢，怎么可能确定关系呢？所以他一般都会拒绝但是只要他不同意好像这个男生就不会再追他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谈个正经恋爱真的是这么难吗？你说现在男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思维，男人每天都在想什么呢？这个女人是不是喜欢我呀？怎么约她出来喝酒呢？这么好看的妞被哪头猪给拱了呀？拱她的猪一定很有钱，不行，我得努力挣钱，这样我就要什么样的女人都会有。但是怎么才能让女人不花我的钱又能跟我好呢？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婆我今天想找哥们打游戏玩会儿牌，我想喝个酒，我想抽个烟，怎么才能让这个女人她别管着我？这个女人又来查岗了，烦不烦呀？什么时候才能像古代一样可以3妻4妾呀？再看看女人每天在想什么听好了，女人想的是，今天我要不要洗头呢？今天我穿什么衣服呢？我好像没衣服穿了，我好想再买几件。中午吃什么呢？天天吃外卖，有人给我做就好了。我的快递怎么还没到呀？我这个鼻子要是再高一点就好看了，我的皮肤能不能再白一点呀？我要是大长腿就可以找个更帅的男朋友了。我的大姨妈怎么还没来呀？我的大姨妈怎么又来了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富婆呀？要是能不用天天上班就好了，啥时候才能躺平做女人太难了。关注立心姐，脱单更快捷。大龄剩女最自洽的理由都是什么呢？她们经常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第一，可能我的缘分还没有到吧，我是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它一定会有。第二呢，谈恋爱结婚不是着急的事儿，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呢？第三，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我都这么优秀了，还怕遇不到吗？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就好了。第四，中国男人几乎没有优秀的，总之我没有见到过。第五，快乐的事情很多呀，不一定非得结婚吧。第六，宁愿高质量的单身，我也不低质量的结婚。第七，我的前男友怎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于是这些大龄剩女就这么凭实力担到了现在，大家说她们值不值啊？你遇到过宝藏女孩吗？都说女生如果在感情里她感觉不到占便宜她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很多的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她都会让男生不断的付出让自己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她才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的诚意。但是现在的男生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呀，特别是在北京男生们对这套理论已经开始了集体开始抵制和反抗。所以难怪前几天相亲的一对男女嘛，相亲完了之后呢，男生有点激动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有点不敢相信，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宝藏女孩。他们那天去相亲吃饭的时候他故意试探性的跟女生说，咱们初次见面，咱们都是出来相亲的，我这个人呢也不是抠门，只不过我觉得本着公平的原则嘛，咱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今天这顿饭咱们能 AA 吗？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男生家里是北京的家庭条件很好，自己的收入还挺高的，他主要是之前遇到过太多物质女生了，现在他很厌倦和反感男生呢一味在付出金钱和物质，还提供情绪价值，而女生在一边享受着男生的付出，同时一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边呢还吃在嘴里看着锅里的，自己呢还不想有同等的付出，生怕自己吃了亏没占到便宜但是他这一次相亲的经历完全刷新了他的认知。这个姑娘听他说 AA 的时候非常淡定的说AA 很好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朋友之间吃饭都是 AA 的，很正常的，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平等嘛，我们都出来工作，都出来挣钱，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他接下去说的话简直就是语出惊人了。他说谈恋爱是双向奔赴的呀，是一个相互付出的过程。万一我们合适了的话，以后到结婚的时候还要彩礼，还要房子换车，那时候要花的钱就会更多的。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如果是我的男朋友的话，我是舍不得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如果我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那什么彩礼这些陋习我都可以不要的，真的搞得跟交易一样。我是不想把自己弄得跟商品一样，还给自己贴个标签，还标个价格。爱情应该是无价的才对啊！别说这顿饭我可以给你 AA，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家里的开销我都可以给你一起 AA 付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扛。这个男生听到这儿啊，激动地对这个姑娘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我是不是遇到了宝藏女孩呀？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女孩可是太少了。我之前遇到的女孩呀，都特别物质。我前女友刚跟我在一起，前3个月就花了我50多万，最后啊还没成。要是早遇到你有多好啊！对于这个姑娘的观点，你们赞同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真的你会觉得呀，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啊，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啊。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呀，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这样的女士你会选择吗？北京本地姑娘27岁，身高呢1.68米，身材匀称，在体制内工作，硕士学历，父母都在国企，原生家庭，独生女，自己名下有一套房产和一辆代步车。姑娘长得很秀气哈，不算特别美那种，但是很恬静可爱，性格很开朗，说话稍微有一点点直接啊。就谈过1次恋爱，还是在学校的时候。现在呢，她就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生，身高1.78米以上，她觉得这是最合适的身高，比较搭嘛。学历呢本科以上就可以，如果是北京本地的男生，最好呢这个男生家里有房子有车子啊，因为他们家也有嘛。
那如果是外地男生的话，最好在北京呢能首付买个房子啊，年收入呢在30万以上就可以了。当然收入方面高一点也没有问题哈，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条件哈，不管是北京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男生，他们家是不要彩礼的，但是他是有嫁妆的。不过呢，这个嫁妆哈，婚后一定要由他自己来管理和支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同意他的这个要求吗？你们知道吗？最近我们北京的大龄专场哈相亲活动，又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就生的少的可怜啊！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系，愿意来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个场面啊太尴尬了啊！在场的女生们真的是也个个啊都非常积极的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就显得很冷淡。其实从条件上来看，这些男生有好多确实还不如这些女生，有几位啊算是入得了眼，但是活动快结束了，他们连一个女生的微信都没有去加，估计都是没有看上呗啊！那我就特意去采访了一下这些男生的想法，结果啊发现他们就是来碰碰运气的。如果在大龄女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呢，也可以考虑，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觉得一个都看不上。男生们认为哈，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的生育价值真的所剩无几了。生一个孩子可能是没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悬了。所以一个长得漂亮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大龄女生勉强还能凑合哈，至少呢看着顺眼嘛。关键的是哈，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她不觉得自己颜值差呀但是她们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了竞争力，却仍然呢不愿意降低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要事业要情商高，样样都不能少，还想花男人的钱，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缺钱也不缺房也不缺车。大龄女生非常看重物质的，但是年纪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问题就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仍然会以为自己阅历多思想成熟就应该配得上优质男。其实大多数的剩女并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工作能力强，有房有车，也不是男人找女人的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的女生还要高。那自认为阅历丰富，只不过是情感经历丰富嘛。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低价值的。这些大龄剩女呢，总以为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才找不到好男人，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他们自己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大家说是不是呢？为什么说大家认为亲朋好友介绍的就比婚介的更靠谱？你心理上觉得肯定是靠谱的才会介绍嘛，认为熟悉呢就是能了解了。其实也只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但是熟悉代表不了真的了解，毕竟找对象和普通交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何况如今的婚姻感情涉及的很多的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相处性格都会有所变化。长久的感情不能只看基础条件，也不能只看内在的品行，需要内外综合考虑的，要不离婚率也不会这么高了呀。如今的这个婚介机构其实总的来说还都是比较正规的。第一步都会帮你选择资料审核认证嘛，比如说身份证房产证婚姻状况学历证明财产证明收入等等。第二步呢才会进行择偶定位分析的，最后给你匹配到合适的人我为什么能够高效匹配脱单率高，都是因为经验所得。很多人来我这里很快他就找到了。我再声明一点，现如今已经是法治社会了不会有什么托有那就是在诈骗那是犯法的。要真的是那样我也早就关门了，是不是？到底哪些信号暗示他根本不适合你，一定要看完不然你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朋友圈永远都没有你的影子。你有没有发现呢？他的朋友圈从来都没出现过你的身影，不管是旅游聚餐还是日常生活，全部都是他自己或者呢跟朋友的照片。如果他真的很在乎你怎么会这么用力的把你隐藏起来呢？第二点如果他总是忽冷忽热，联系的时候呢很积极，不联系的时候就跟消失了一样这就说明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的。再忙的人，要是他在乎你，也一定会抽时间跟你联系的。有的时候你总是找不到他，他会说他忙的没有时间回复你的消息，而且这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是整天。如果真的是那么忙，他还有时间刷抖音吗？看直播吗？别傻了你知道吗？这种人他根本就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马上就七夕了
不跟你联系的呀，就可以放手了。第3点，一起出去的时候啊，总是不太愿意掏钱，他总是找各种的理由啊，让你来买单。这种小气鬼啊，以后日子还怎么过？你说啊，没有担当的男人千万不能要。第4他从不带你见他的朋友或者家人，他的社会圈子里啊，对你完全就是未知的，那就说明呢，他对这段关系啊并不认真，他只是想玩玩而已。他对你们的未来毫无规划，你跟他说到将来的时候啊，他总是含含糊糊的或者转移话题，每次他都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他的未来里，知道吗？第5点在你面前情绪不稳定，他总是会有一点点小事他就跟你发火，经常让你觉得好像又踩到了地雷，寸步难行。这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真的很累的啊！有没有被戳中哦？第6点从不主动联系你。你是不是经常发现微信记录里全是你在主动找他？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在乎你他是一定会愿意花时间和你在一起的，而不是就你单方面的在热情。第7点，总是让你妥协，如果每一次争吵都是你在退让的话，他从不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段关系其实已经失衡了。2个人都应该相互包容，而不是一方委曲求全。如果你发现有这些信号那你就别再犹豫了早点认清现状，对自己负责，把时间和精力要留给那些值得的人，好不好？那欢迎到我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赶紧点赞收藏，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姐妹吧，下一期会更精彩，不见不散哦。我认识一个女性朋友恋爱一直谈得非常不顺，换了好几任男朋友了。她跟每一任男朋友呢，都是从美好浪漫的开始到不断的争吵，最后都是不欢而散的。其实这样的过程你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好新奇的呀，再平常不过了，大家都会经历。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这个是这中间甚至有动手打她的男人还不止一位。她跟我讲，她跟初恋同居的时候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可以吵到凌晨，经常闹到邻居报警。最后初恋选择了放手，她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脾气应该收敛一点。于是她在最后认识的这位男朋友面前呢，表现的还是比较温柔的，可是仍然好景不长，2人相处了半年，难道又动手打了他？他每一次因为挨打就会来找我诉苦次数越来越频繁。刚开始我也为他很鸣不平我们都会觉得一个男人再怎么生气，你都不能动手打女人，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公众都无法容忍的事情，对吧？特别是女性。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怎么总是会遭到男人的身体攻击呢？于是我就找到他最后的这一任男朋友了解了一下真实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听完了原因，你可能会觉得他真的不一定是可怜的那一方。这位朋友她是一个说话特别直接，甚至有一点刻薄的女人，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她这一任男朋友说的话呢，基本上是属实的。他经常在因为跟对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表达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吵架，口无遮拦，没有理智，想什么说什么。他会因为心情不爽，专挑对方的缺点和自卑的地方进行攻击在对方的伤口上使劲的撒盐，冷嘲热讽，各种打压贬低。他常常会令对方恼羞成怒的。但是大部分的男人他又不太擅长吵架，所以导致男人看到他当时那副嘴脸的时候呢，就想给他几个巴掌来应付他。我听的真的是心惊胆战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生活中有的女人她是那种说话做事都特别容易激怒别人的人，所以她才会招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劝一劝现在我们的男人在女人狂怒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千万不要动手而女人呢，在恼怒的时候，你也要理智一点，别口无遮拦，什么都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说，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在北京这个相亲环境里大家本来就比较内卷，卷工作，卷收入，卷学历，卷长相，卷家境，卷背景。你要是还有以下这些致命的问题，那你距离脱单就太远了。第一工作忙，第二呢圈子小，第三长得丑，第四慢热，第五穷，第六呢不会谈恋爱，第七要求还高，第八宅，第九
个子矮。第10，太事儿了。第11，你的父母太事儿了。第12哈，社恐。你看看自己到底占了几条呀？当今的婚恋现状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天我在直播间呢，有人就让我聊聊这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第一哈，如今的80后啊，已经凉凉了哈，一大批的未婚单身，可能他只能孤独终老了；还有一大批的离异单身，他也找不到对象。剩下的一些正常点的呢，要么就是为了孩子凑合过着，要么就已经走在了离婚和准备离婚的路上。那现在的80后哈，真的是压力山大的一批人。第二呢，咱们再来看看90后，他们啊是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结婚率最低的点，也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生育率的最低点。90后的观念很超前，他们的内心热衷于搞钱，心思没有太多放在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上。而且这一代女生啊，也是有史以来眼光和要求最高的一批人。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在学业工作能力方面啊普遍较出色的一批女生。但是他们也因此牺牲了爱情和婚姻，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呢，大于了对社会的繁衍贡献，这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最后就看看00后，00后是最清醒的一代。说他们清醒是因为啊，他们真的太懒了，别说结婚了，就连谈恋爱都懒得谈。他们的世界有太多比爱情婚姻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什么人生大事，孩子更多余，有钱就多养几个，没钱啊就别生别养。他们就是这么人间清醒啊。3000多万男光棍都在农村啊。婚恋真实的现状就是现在在农村呢是一群的男人抢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在城市呢现状是一群女人在抢一个优质男人。农村呢是女人啊带着孩子都照样可以嫁人，而城市呢女人带着房子都嫁不掉。农村的光棍有一大片啊，城市呢剩女有一大堆。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